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公司市值超过5万亿美元的大佬，在台北夜市排队买烤玉米的时候，直接对老板说：“我帮大家付钱，能不能先给我一个？”结果整排的人都免费吃到了。这段视频最近在全网刷屏，大家都说这人也太接地气了吧。他就是 NVIDIA 的创始人黄仁勋 Jensen Huang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个现在风光无限的科技大佬，小时候却过得超级苦。9岁洗全校厕所，15岁在餐厅洗碗端盘子。今天我们就好好聊聊他的故事，从底层一步步逆袭到改变世界的过程，超级励志，看完保证你燃起来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真实的人生故事，记得先点个赞。我们开始吧。黄仁勋1963年出生在台湾台南一个普通家庭，5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泰国，但当时泰国局势不太稳定。9岁那年，父母决定把他和哥哥送到美国读书，他们被托付给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舅舅，舅舅帮他们在肯塔基州找了一所寄宿学校，叫 Oneida Baptist Institute。 这可不是什么舒服的贵族学校，而是一所专门给问题少年准备的学校，里面很多孩子抽烟、打架，甚至带刀。9岁的黄仁勋是全校年纪最小的男生，那么学校给他分配的任务是什么呢？每天清洗全校男生的厕所。他后来在采访里笑着说：“我每天都默默祈祷那些大男孩方便的时候能瞄准一点。”那时候他英语几乎不会说，又是亚洲面孔，经常被同学霸凌，吃饭睡觉上课都觉得很孤独。但也正是这段经历彻底锻炼了他的性格。他后来经常对年轻人说：“我希望你们都能经历足够多的痛苦，因为只有痛苦才能让你变得更强大、更坚韧。”你能想象吗？一个9岁的小孩远离父母，在异国他乡每天刷厕所，但他没有倒下，反而把这些都变成了自己的人生燃料。后来他搬到 Oregon 州，10几岁就开始打工了。他去了一家叫 Danny S 的24小时连锁餐厅，从最底层的洗碗工做起，后来慢慢做到收桌子、服务员，还经常上深夜班，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客人，有时候客人很挑剔，有时候半夜还要处理醉酒的人，但他全都扛下来了。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2件事。第一，他认识到没有哪份工作是低人一等的。第二，他学会了怎么和不同的人打交道。更酷的是，黄仁勋后来创办 NVIDIA 的那个重要灵感也是在 Danny S 发生的。1993年，他和2个伙伴坐在 Danny S 餐厅的卡座里，一边吃东西，一边讨论未来。他们用餐巾纸画电路图，当场决定要创办一家做图形芯片的公司。黄仁勋最喜欢 Danny S 的 Grand Slam 早餐，2颗蛋、培根、香肠和煎饼。就是这样一家普通的美国餐厅，陪他走过了最辛苦的青春期，也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会议室。所以说，食物对他来说从来都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。公司刚成立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难。90年代末， 3D 图形市场竞争超级激烈，很多公司都倒闭了， NVIDIA 也几次走到破产边缘。有一次情况特别糟，黄仁勋不得不裁掉1半的员工。那段时间他压力大到睡不着觉，但还是每天坚持来公司。最狠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他主动把自己的年薪降到1美元，和公司一起共患难。他一直坚信未来世界需要强大的 GPU， 不只是打游戏，还会用在科学计算、人工智能上。他常说一句话：算力等于收入。就是靠着这份死磕到底的劲头， NVIDIA 熬过了最黑暗的时期，从一个游戏显卡公司变成了今天 AI 时代的绝对王者。全世界做大模型、做 AI 的公司几乎都离不开他们的芯片。如今 NVIDIA 市值一度冲到5万亿美元，黄仁勋也成了全球科技圈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。而且他那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、自信的笑容已经是硅谷的经典形象了。最近他又因为台湾之行火了一把，除了夜市帮大家付钱，他还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希望工作到死，而且真的每周工作7天。”他还强调 AI agent 会是下一波超级大的浪潮，数据中心甚至可以建到太空去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完全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子，
吃夜市小吃、打包剩菜和普通人聊天，非常真实。其实仔细看黄仁勋的人生，你会发现食物一直贯穿其中。小时候打工靠餐厅养活自己，创业时在餐厅画蓝图，成功后还在夜市请陌生人吃东西。他曾经请 Mark Zuckerberg 吃芝士牛排，也经常和妻子女儿一起出去吃美食。这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食物是不是一种爱的语言呢？对黄仁勋来说，答案好像是肯定的。通过一顿饭，他可以表达感谢，分享快乐，传递关心。那么屏幕前的你呢？你有没有因为别人给你做的一顿饭，或者一起吃的一顿饭，深深感受到被爱？比如妈妈的拿手菜，或者和另一半第一次一起做的饭。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故事。总结一下，黄仁勋的故事真正打动我的地方是，我们的起点真的无法决定我们的终点。9岁洗厕所的移民小孩，可以成为影响全世界的科技领袖。15岁端盘子的打工仔，可以创立1万亿美元的公司。黄仁勋成功的关键就是3个东西：倔强的韧性、长期的专注，还有永不放弃的信念。不管你现在是学生、上班族，还是正在创业遇到瓶颈，都请记住他的这句话：经历足够的痛苦，你会变得更强。因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个低谷都可能是未来高飞的助跑。如果你也被黄仁勋的经历打动到了，麻烦按个赞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受触动的是他的哪一段经历？是洗厕所的童年，还是 Danny S 的坚持，还是夜市付钱的接地气？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